郊外貓哥啊，係啦，咁啊開晒啲姊妹嘅車啦，都要開下一啲普通商品嘅車啦。咁較早之前咧，其實 Mini GT 咧就開咗一系列嘅新車啦。咁當中有兩部咧，我叫做同門兄弟嘅麥拿倫 750S 咧，有開篷版本以及硬頂版本咧。咁今日咧，我哋就一次嚟過開出嚟，同大家去睇下佢嘅細節以及做工方面係如何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啊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喺2023年發布嘅 750S 開篷版本咧，其實就係硬頂顯示出嚟嘅另一個版本啦。咁整體嘅外觀方面咧，就更換咗30%嘅組件啦，馬力亦都提升咗30匹啦，咁更加接近 765LT 嘅。咁今次喺外觀方面咧，可以話係一個微整形啦，咁啊一體式嘅頭鏟泵把設計啦，咁進氣亦都加強咗唔少嘅。咁呢兩個咁巨型嘅窿咧，亦都大大提升咗散熱嘅效果啦。咁喺車尾嘅部分咧，亦都採用咗一個升降尾翼嘅設計啦，而且係採用咗一個主動式嘅效果，令到佢係增加下壓力嘅效益係加大咗嘅。咁車身咧亦都更加堅固啦，用上咗碳纖車圍啦，用咗 Mono Cage 嘅第二代啦。咁呢一部亦都係作為整個麥拿倫 V8 系列引擎嘅最後一款車啦，極具收藏價值嘅。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見到呢部車啦，嗱，咁今次咧我都等咗一段時間啦，一次我講晒兩部車，始終佢哋叫做同門兄弟啊嘛。咁Mini GT咧，今次可以話製造咗一套兩架嘅非常之 CP 值較高嘅車啦。咁其實因為市場上咧，其實較多嘅都有做一啲唔同型號啦，咁可能都接近200蚊嘅水平啦。咁係100蚊到嘅水平咧，做到咁樣咁多細節咧，係非常之唔容易，以及所有嘅位置都帶到好多驚喜嘅位俾大家嘅。咁我哋今次咧我就攞住架螳螂綠色同大家去講下啦。咁呢架咧我哋睇下內籠或者整體，到時最尾再影俾大家睇啦。咁好啦，我哋講下呢一部車啦。好啦，咁今次呢一部開篷版本咧，咁其實細節都非常之多啦，同埋咧透過我一啲上色咧，可以等大家睇到更加多嘅細節啦。咁首先喺顏色方面咧，都有驚喜嘅。今次採用咗一個叫做 Metis Green 嘅，即係螳螂綠色啊，咁嘅青綠色嚟嘅。咁顏色準確度嚟講咧，同啱啱而家大家右上角見到個圖片咧，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啦。咁呢一隻顏色咧係帶有好輕微嘅珍珠石效果嚟嘅，有少少珍珠粉嘅，所以咧大家會佢唔係金屬色嚟㗎，佢係一個珍珠嘅色嚟嘅。咁整體嘅質感豐富啦，以及咧車身嘅線條輪廓咧，亦都係比起平時我哋見到例如765、720嘅效果咧，係更加之收斂咗、斯文咗唔少嘅。咁更加有啲一體式嘅設計啦。咁我哋會由頭講到落尾嘅。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呢一部車你都作為麥拿倫最後一部咧有 V8 引擎嘅一部車啦。咁叫做落足心機嘅。咁整體嘅設計方面咧，比起以前咧更加有嗰種未來，有少少未來感覺啦。因為今次咧頭泵把連頭鏟所有嘢咧採用咗一體式嘅結構啦。唔好睇少喎，正正就係呢兩個進氣窿嘅部分咧，可以將多餘嘅熱力咧喺呢一啲地方排走嘅，喺側邊嘅地方排走啦。呢個可以進氣為車胎、車鈴、剎車碟進行一個散熱嘅動作啦。咁另外啦，比起以前咧嚟得更加斯文咗啦。另外我叫佢做 logo 型嘅大燈設計啦。咁估唔到咧，Mini GT 咧喺呢一個位置嘅細節咧，依然有睇到每一粒燈膽嘅結構啦，做得相當豐富質感，而且銳利嘅。另外車頭冚方面啦，咁都係過往佢哋嘅一個開窿式嘅設計啦。咁呢一啲設計咧，其實都係佢哋麥拿倫嘅 logo 係融入咗喺呢一個整體嘅開窿部分嚟嘅。咁呢一啲位置咧亦都睇得出嘅。咁乾淨利落啦，只可以咁樣講一句，即係斯斯文文咯。咁你話比起我以前我印象中嘅765、720嚟得更加精簡咯。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整體車側咧，第一個有驚喜嘅部分，當然就係獨立分件嘅呢咁大份嘅一個我哋叫做帶動、律動同埋氣壓嘅線條嘅一個位置啦，採用咗分件啦。咁呢一度咧睇到一條罅隙位置係非常之靚仔嘅。咁呢一條空氣動力學嘅線條咧一路帶住呢個位置去行去車尾嘅。
咁另一點啦，今次亦都有做到一個開窿嘅動作啦。咁呢一個位置咧，雖然唔係話真係真開窿，但係佢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依然咧有一條氣喉咧，會分別帶動去引擎以及帶動去車鈴同埋剎車碟嘅部分嘅。咁呢一啲位置咧，我睇到佢哋咧喺一啲設計上咧，麥拿倫嘅一啲小心思嘅地方啦。咁嚟到今次啦，作為點解我會揀開篷版本咧？其實開篷版本嘅製作難度較為高少少嘅。點解咧？因為車尾嘅呢，大家會見到咧兩個好似金字塔嘅設計咧，其實係採用咗全份嘅透明件嚟㗎。咁呢一個位置咧，亦都係採用咗一個玻璃纖維嘅同埋碳纖嘅支架啦。咁大家會知道啦，一架咁犀利嘅 V8 跑車咧，你要撳得住佢車身嘅剛性都要相當之唔錯。咁我睇翻啲國外嘅評測咧，都有講過咧，話佢呢一嚿嘢咧係可以幫到成架車喺一個整體嘅車身剛性上面咧減低咗一個風阻嘅。咁呢度咧都做得唔錯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咁呢一個引擎蓋嘅位置咧，疏氣窿嘅部分依然有做到嘅。當然你話喂，如果佢係有點點嘅，咁但係因為佢實在太密啦，我覺得比較難處理嘅。呢一係就分件咯，咁但係分件嘅位置可能成本又會上漲啦，咁大家就要留意呢一點啦。嗱，咁今次咧為咗，因為既然係開篷版本啦，咁最重要咩啊？最重要就係坐嗰個人啊嘛。咁其實今次呢一塊玻中間呢一塊玻璃咧，睇翻真車係會升上嚟嘅。如果你快嘅模式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咧，佢會升上嚟，令到駕駛者嘅頭髮係唔會亂嘅。最重要咩啊？揸得呢啲咁貴嘅車就梗係唔想混亂㗎啦，係咪？咁好啦，嚟到車尾嘅結構啦，當然一嚟嘅焦點當然就係麥拿倫招牌嘅一體式尾燈，連散熱網連死氣喉嘅一體式設計啦。咁呢一度咧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啦，每一粒疏氣窿嘅設計咧亦都睇得到啦。咁另外啦，尾燈嘅結構咧依然有做到一個金屬紅色啦，而唔係一隻大紅色嗰種死咕咕嘅顏色啦。另外呢一個我成日叫佢做戰鬥機嘅鈦金死氣喉咧，呢一度咧依然都有做到俾你嘅，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最後尾擾流嘅結構咧，亦都有做到輕微嘅突出嘅，因為佢始終係一部雙賓而唔係一部賽車啊嘛。咁所以咧呢一啲位置咧會較為收斂啦。最主要嘅地方咧，我覺得最有驚喜嘅就係呢一個我哋叫做帶走車鈴以及多餘氣流嘅呢一個疏氣窿咧，佢係有做到一定嘅深度啦，以及一個凹位嘅。再攞一次兩部車俾大家睇下啦。好啦，我就咁攞俾大家睇啦。其實咧，大家會見到係有少少嘅唔同嘅個設計方面，例如大家會見到咧，其實咧你哋以為喂開篷車可以一開二啦，慳好多錢，其實就完全唔同嘅。大家見到呢兩個設計咧，大家會見到引擎嘅佈局位置咧，個疏氣窿咧有硬頂嘅版本咧係有做到一個分件設計嘅，個疏氣窿做得非常之立體、清晰銳利嘅。而硬頂版本嘅位置咧，亦都可以見到後面尾玻璃嘅部分咧係有做到分開唔同顏色嘅設計啦。頂嘅部分啦，亦都做得唔錯嘅，有翻個碳纖嘅質感嘅。呢一個碳纖咧，大家話喂，點解佢唔印翻個黑色？其實佢係一個灰色碳纖嚟嘅，我睇翻真車，所以大家唔好誤會啦。最後一樣嘢啦，今次其實我喺內部結構方面咧，亦都係用上咗一個紅邊設計，同呢一個邊嘅設計係一樣嘅。等大家可以睇到一套兩架嘅風格啦。大致係咁啦。我會用一套兩架嘅 CP 值嚟講嘅。好啦，我哋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其實作為一套一價為止啦，其實通常一收就收兩部，因為我自己咁睇啦，呢一套其實係一對嚟嘅。硬頂同埋開篷就各有偏好啦，睇大家中意邊一套啦。我就既然係咁一個，即係例如200蚊內可以滿足晒兩架車咧，我又覺得都真係幾抵嘅。今集嘅可購買指數我會俾佢8.8分，整體嘅質素嚟講相當豐富，尤其開篷嘅質素啦，硬頂嘅碳纖維嘅車頂啦，分件亦都做到十足嘅，應該要有嘅位啦，亦都非常唔錯啦。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去入手嘅，大致係咁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大家睇晒呢兩部車啦，唔知大家覺得點啦？我就覺得 CP 值爆標噶啦，唔知你哋又點睇呢？歡迎留言話我知啦。最重要記得去留意我嘅 fans page Facebook 啦，啱啱新開嘅，裏邊會分享多啲我自己嘅嘢啦。IG 方面就會翻去一啲關於攝影啊、啲車仔嘅啲細節方面啦。
希望你可以幫我推一推個 view 數啦，撐下我嘛，係嘛？係啦，咁啊記得仲要咩啊？訂閱我個頻道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